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毅，时钟的钟，飘逸的逸。这次要接着讲 C3 做一款横向飞机弹幕游戏，你该要注意些什么？第二集。上次的影片中，我们设计了一个横向飞机游戏的基本样貌，其中有一台小飞机可以从左到右的等速飞行，玩家可以控制它的上下左右移动，然后不小心碰到墙壁的话就会挂掉。它能够射出子弹，然后面对来袭的敌机也可以将它们击落。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一个像样的游戏 POC， 但是显然还不足，还需要我们再进行一些修改才能更为完美。这种反复修正的过程，我们称之为滚动式的游戏开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架构设计，而是做到哪边就改到哪边。具体来说嘛，就是看到哪边不顺眼、不够完美，我们就逐步改进，然后能够期待它说到达我们心中阶段性完美要游戏呈现的样貌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回到主题，如果说我们用 C3 做一款横向的飞机弹幕游戏，接下来你该注意些什么呢？考量到现在游戏市场的生态，行动装置好比说像手机跟平板，它的市场占有率会极高，所以当你在设计一款游戏的时候，你应该把这一些平台的使用者当作是其中一个会部件的重要族群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设计游戏的时候，就不能只是考量说在电脑上玩而已，而电脑上输入的方式可能就只有键盘、摇杆或者是滑鼠这几种输入方式。你应该也要把触控面板这件事情列入考虑。如同我们上一集提到的，我们的设计已经将输入、变数以及所对应的动作三者做分离，而且我们已经将程式码都写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就足够了呢？答案是不够的。会有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仅仅透过物件的 OnTouch 或者是 IsTouching 去触发按钮的输入，在 C3 之中都只能单点输入。这就表示，当你在按上下左右的时候，你不能发射子弹；而你在发射子弹的时候，又不能按上下左右。可是实际当我们在玩的时候，你一定双手操作，也就是多点输入。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在玩的时候，当你又移动却不能发子弹，当你发子弹又不能移动，更甚至你往上的时候不能往右，你往右的时候又不能往左，诸如此类。这种事情对于玩家来说一定超级不方便的，更甚至你可能根本就玩不下去啊。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？具体来说，你可以透过 C3 的多点触控，加上多个由玩家控制会移动的小方块，去主动接触这些 UI 上面所设定好的按钮，来达成这个目的。让我们用图例来说明好了。这边我设计了两个方块，第一个方块呢是当多点触控编号1被按下的时候，会改变它的坐标轴，将这个方块移动到1的 XY 轴位置。那当如果没有触碰的时候，则是会将它的坐标轴重新设置。相同的，我们设计的第二个方块，则是当多点触控编号2被按下的时候，它就会改变它的多点到2的位置去。然后，如果当它没有被触碰的时候，则是会重设它的位置。这边简单 demo 一下它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，当我按下画面的时候，小方块就会跟着我的指标改变到它相对应的位置。像这样子，这个小方块会跟着使用者触控的位置来改变。那虽然在电脑模拟上面你只能看到方块1的效果，但是你可以试着在手机上面执行看看，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方块都是有正常在运作的，这样你就可以确定这个功能是正确的。再来就是输入的判别了，这里就可以使用当方块1是否 overlapping 这些 UI 的时候有没有效果。我们另外写一个简单的 demo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，当这些小方块碰到按钮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就会去改变，那这样就证明说我们这个方式是正确的。相同道理，在这个专案里面，我们还有上下左右跟子弹跟炸弹这些按钮。那一样是碰到这些按钮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设定成 true。好，我想这个部分到这边就足够了。它可以跟我们先前设计的输入方式做结合，并且达成在手机设备上也能控制这台小飞机的目的。那接着就让我们看一下在手机上实际操作的画面。上次我们设计了敌机，但是这样的敌机在原地不动，呆呆的等着玩家把它射死，这样实在是太蠢了。这样可能会搞得这个游戏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如果没有挑战性，玩家可能玩起来就一点都不刺激，这样不 OK。我们应该让这些敌机有一些简单的自保的能力，
好比说它也可以射子弹啊，然后会往玩家的方向冲过去，或者是稍微乱动一下也好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要设计出敌机会射出的子弹。首先第一步就是针对子弹这边去进行设计。这个子弹设计主要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飞行的弹道，第二个是碰撞之后所造成的效果，那最后则是撞到之后它要自我消除它的相对应的程式码。OK， 第一个是弹道，这个功能其实先前我们有提到相同的东西，类似啦，其实就是采用 bully 的这个行为。那跟先前的差别在于说，我们希望它一开始被产生，也就是这个子弹被产生的时候，它会直直的先往小飞机飞过去，那也就是要调整当它一产生出来的那一瞬间，它的飞行角度要做修改。所以你就可以参考这段程式码，当子弹被建立的当下，会调整 bully 它的飞行的角度，然后是朝着玩家的角度前进。这个 C3 就有提供一些函式，让你可以直接使用。那你就是这个函式，你只要输入子弹的 XY 轴跟玩家 XY 轴，它就可以算出它们2个之间的夹角，然后再把这个夹角填入它要飞行的bully的角度，这样它就会直直的往玩家飞过去。要注意这里我们只有在子弹刚建立出来的时候，朝着玩家飞过去，这一次做它的角度修正。你如果用一个回圈让它定时的不停的去朝着玩家飞行的话，那就会变成很可怕，就是它是追踪型的飞弹，那这样对玩家来说，这个困难度就会提高非常多。那这里我们先没有这样设计。然后第二步要设计的是，当子弹碰撞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？这个部分跟之前碰到墙壁一样，当玩家被子弹碰到之后，玩家就会直接触发离场，就是挂掉的事件。然后第3步呢，则是要设计当它触碰到之后，这颗子弹本身也要被删除掉。另外呢，如果这个子弹它没有射到玩家的话，飞跃了玩家往左边飞过去，那我们也要记得说，当它碰到左边的红色铁条的当下，也要试着把它删除掉。这样等于就是回收超出画面的子弹，那确保游戏的执行效能不会太慢。好的，这样子子弹就设计完成了。那完成之后呢，再来就是怎么样产生子弹了。这里采用敌机会吸地的方式去射出子弹，这样敌机才不会毫无节操的疯狂的射出子弹。就像上一次我们在提说，玩家在射击的时候也要有 CD， 不然就像是喝了瑞布一样疯狂的射出子弹，这样是不 OK 的。接着，因为后面也会用到相同的概念，所以这边一起说明。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，当敌机没有看到玩家的时候，它的状态应该是处于冷冻的阶段。所谓的冷冻呢，就是它不会发射子弹，然后也不会有一些移动的行为，那就是完全等在那边。当他看到玩家之后，他才会醒过来。那他醒过来之后会做什么呢？他当然就是会攻击玩家啦，然后会冲向玩家啦，或者是旋转、跳跃、鬼遮眼之类的。所以大概就这些事情吧。好，那看到玩家这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其实可以，我们知道敌机其实是从右边过来的，所以终究它会撞到我们右边的红色铁条。那这件事情就可以拿来当做是触发启动的条件。所以当这台敌机撞到右方铁条的时候，它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对玩家发射子弹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个部分具体的程式码就像是下面这边。好了，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执行效果会是如何。接着设计第二种行为，这种行为就是往玩家冲过去。其实这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自杀特工队的做法。要达成这个行为也并不是那么困难，其实就跟先前一样，子弹会朝着玩家飞过去，那么现在就改成这一台敌机本身也会朝着玩家飞过去。那么相同的，我们也是新增了玻璃这个行为，然后在它解除冷冻的那一瞬间，调整它的飞行角度，直直的往玩家的方向飞过去，这样就达成这个目的了。不过它移动速度最好调整一下，建议是说要比子弹的速度慢一些，不然玩家看到它突然冲过来，你会感到十分的惶恐啊。接着是动2下，这边所谓的动2下，并不是说指的是移动，而是敌机本身它的行为动作。在这里我们用2个方式来呈现，第一个方式是自转，第二个方式则是公转。自转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 rotate 这个行为来达成。那在 C3 rotate 的行为中，顺时钟的角度是正数，那逆时钟的角度则是负数。
数值它所代表的是每秒钟它转多少度。这边我们希望敌机可以用逆时钟的方向去旋转，所以我们设定成-180度。然后跟刚才一样，我们希望敌机在看到玩家之前都是处于冷冻的状态，所以预设裸退的行为将会设定成 false。然后当过解冻的那一瞬间，它才会重新设定成 true， 让它开始旋转。那接着就让我们看一下它的执行效果。公转的部分呢，我们则是透过 C3 新增的 Orbit 的方式来达成。这个部分蛮有意思的，因为 Orbit 是 C3 新增的功能，在 C2 是没有的。这个部分呢，我建议可以先去看一下我先前影片有提到的，那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啦。好，我们新增了这个行为，然后简单设定一下参数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敌机会绕着看不见的核心来进行公转。简单看一下它的执行效果。OK， 看起来一切正常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。这边跟子弹一样，演出过的敌机也应该要进行回收。虽然不像子弹那个数量会一直增长，但是既然已经离开玩家的视线，也就应该适当的回收它们吧。那回收的方式当然是 destroy， 不过回收的条件有所不同。以子弹来说，回收的条件是碰到红色铁条之后，但是对于敌机来说，我们则是采用当它的 X 轴的位置低于视线左方的多少之后才进行回收。所以这个目的呢，我们可以用这段程式码来达成。以上针对敌机我们扩充了3个设计，让这款飞机游戏玩起来更具有挑战性一点。那么就接下来让我们往下一个主题前进吧。好，再来说明场景切换。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玩家游玩过程中，如果离场的时候有提到过，它是类似的东西。所谓的场景切换，这个场景呢是在其他的游戏编程的软体中是这样称呼的，但是在 C3 中则是用 layout， 那也就是图层这个名称啦。但是这个名称因为容易跟其他部分去做混淆，所以这里我会用场景来说明，避免在游戏中的分层，也就是 layout 这种行为来分开解释，避免产生误解。反正如果你后面听到我讲说是场景或者是阶段，你就自己脑补一下，知道说这个在 C3 里面其实讲的是 Go to Layout 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场景切换呢？因为对于玩家来说，游戏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流程来呈现的。那底下我会用一个比较完整的场景架构来说明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。一开始玩家打开游戏之后，第一个游戏的进度点应该会是开头动画。一般来说可以是制作这个游戏的公司的团队，它的 logo， 或是来昭告天下说反正这个游戏是我们设计的。玩家在这个阶段呢，可以透过 UI 或者是输入界面来跳过这个场景。当然如果你要强制玩家持续去看到甚至记住你公司或者是工作室的 logo， 你也可以采用倒数计时5秒的方式来自动化跳过，那玩家就必须一直看5秒钟了。那当然以我这边里的设计是2选1啦，就是他如果都不按的话就可以看5秒钟，那他如果不看的话，他可以用手动按一按就会跳过这一个开头动画的场景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开头动画这边设计了一个场景，然后程式码的部分只是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在 logo 出现了几秒之后，就会出现我们的吉祥物小恶魔，并且在接受到玩家按下某些按钮的时候，就会切换到下一个场景。再来是游戏选单的场景，这个场景你当然可以包含游戏开始、设定、关于这些按钮，当作是一个开始的传送点，让玩家进行游戏，或者是观看更多有关游戏制作群的一些相关资讯。然后当玩家按下游戏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到关卡选择的部分。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做啦，不过就是同样的道理，你可以设计这样的东西。然后它可以呈现有哪些关卡尚未完成等待玩家点选进入。然后或者是说当全部关卡都完成之后才会出现真正最后头目的关卡。那么实作这些功能你可以参考以下的程式码，当 untouch 某个按钮的时候就会触发 go to layout 的这个功能，那这边也是跟先前是相同的。好，这里另外插播一下，如果说你是要支持键盘或是摇杆输入，你可以想象它是没有办法用滑鼠或是触控的方式去按到这些按钮的，所以你可能需要设计一个选取框，让使用者透过按钮上下的时候具体知道他现在正在选哪一个选项，然后按下去之后才进到下一个选项。那这个部分我是没有实作啦，但如果之后有需要我再进行完成。
所以我们现在假想我们进到某一个关卡之后，你就可以串接到我们先前设计的那个游玩场景。然后进入游玩场景之后，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当玩家挑战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跳到 You Win 的场景。然后失败的话呢，先前我们有看过啦，就可以跳到 You Lose 的场景。以上就是我针对场景切换的简单说明。好，以上就是本系列第2阶段的，如果我想要做一款横向飞机弹幕游戏，它的设计过程。在这支影片中，我们考量了手持设备的输入，那透过 C3 的多点触控加上多个触控方块来达成，然后设计了更多样化的敌机行为模式，包含它会射出子弹、冲向玩家，还有公转自转的行为。那并且规划了游戏场景的设计，框列开始动画、游戏选单、玩家退场以及玩家挑战成功的情境。看起来这个游戏已经完成超过70%咯。这边先行预告，下一次的影片分享啊，将提起本版本最后一次的分享。那也就是说，主要是在 BOSS 设计的部分，以及一些游戏的测试及微调，还有说明这个游戏后续需要再更精进的功能以及规划。OK， 那这部影片就先告一个段落。一样，后续我仍然会持续完成这个系列。游戏的专案跟上次分享的位置相同，当然也包含完整的专案码来供大家下载参考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，可以提供留言给我，让我知道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，请不吝啬按下赞，也感谢订阅我的影片的你。好，我是中意时钟的钟，飘逸的逸，非常感谢你观看这部影片 ，See you。